乌军空袭俄罗斯米勒罗沃空军基地，量产3000枚导弹重击莫斯科。海王星导弹截停克里米亚客运交通，运输叙利亚武器的俄货船在地中海沉没。赫尔松2000俄军拒绝执行命令，60%乌军伤员能够重返战场的原因。整个2024年，俄军都遭到了哪些失败？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继摧毁俄军在罗斯托夫的巨型弹药库后，乌克兰再度袭击了当地目标。福克斯报道称，乌克兰向罗斯托夫的米勒洛沃空军基地发射了大量自杀式无人机。虽然该基地不大，仅有几架苏25攻击机和一所俄军事学院。俄频道也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声称乌军发射的15架自杀式无人机并未造成任何人员和设备损失。但流出的视频和目击者均显示出基地内传出多起爆炸声，且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时分。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乌克兰分析组织前沿观察局创始人塔塔里加米表示，乌军本次行动旨在通过灌输恐惧、增加风险和扰乱行动来稳定、增加俄罗斯的战争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据经济学人披露，乌克兰被曝正在生产可以直接重击莫斯科的强大导弹。报道称，如今乌克兰正在开发10个导弹项目，其中部分项目已经完成。预计到明年年底，乌克兰将量产3000枚各类导弹，其中至少包括1枚能够打到莫斯科的导弹。如名为特雷姆比塔的导弹项目，已经拥有200公里的射程和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既弥补了北约军援的不足，也不存在任何使用限制，极大增强了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乌军导弹还对准了克里米亚。据俄军事电报频道的消息称，12月23日至24日晚，乌军发射海王星导弹无人机对克里米亚、托克马克、梅利托波尔的俄军目标发动了袭击，俄军防空系统紧急启动，展开交火。目前虽未有详细信息传出，但乌军空袭已导致克里米亚停止了海上的客运交通。想来此轮袭击规模不小，甚至社交媒体上还流传出了一段克里米亚居民等待转移的画面。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具体战损有待乌克兰发布正式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在遥远的地中海，对俄罗斯的破坏行动也在进行。据西班牙报报道，从叙利亚撤离的俄罗斯船只之一大熊座号在地中海沉没。当时船上载有16名船员，还载有10510型核动力破冰船核反应堆舱口和2台可承载120吨的专用港口起重机，可能是要运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然而在行驶过程中，由于未知原因导致机舱发生剧烈爆炸，随后船体燃烧大火并快速下沉。事故发生后，救援船只迅速展开行动，截至目前已有14名船员获救，但仍有2人失踪。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媒体报道前，乌克兰军情总局就率先发布消息，称大熊座号的主发动机发生故障，正在公海上漂流，并指出该船上还载有驻叙俄军的大量武器弹药。这让外界纷纷猜测，这艘船只的沉没或许与乌军特工的破坏行动有关。毕竟乌克兰早就表示，打击俄军并不局限于乌俄地区，叙利亚和非洲也是战场。目前，俄罗斯仍继续通过海运和空运，将驻叙军事装备从塔尔图斯港转运至利比亚和俄罗斯本土。而大熊座的沉没可能会减缓俄军的撤离速度。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最晚在2025年2月20日，驻叙俄军将从叙利亚领土全面撤军。前线方向赫尔松俄军拒绝作战。2024年俄罗斯都遭遇了哪些失败？库尔斯克地区朝鲜士兵应对无人机和集束弹药的经验不足，在和俄军混边冲锋时，只能用肉体去扛。且据一名乌军士兵称，俄朝联军为了保持高速进攻，动用了所有可用的武器，但战线没有任何确认变化。乌克兰消息还透露称，俄军现在不仅在身份上对朝鲜士兵进行掩盖，在战场上还主动将朝鲜尸体转移后方，来掩盖朝鲜士兵参战的事实。对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叶林24日表示，朝鲜部队参战后，至今都没有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且朝鲜部队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战争经验。目前 1.2 万朝鲜士兵已经损失3000人，剩余人员也坚持不了多久。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12月14日的报告显示，乌军在奥斯基尔河东岸击退了俄军增援连级的机械化攻击，共损坏俄军3辆坦克和9辆步兵战车。截至目前，俄军仍继续向库皮扬斯克北部马修季夫卡、东部佩特罗帕弗里夫卡、南部克鲁格利亚基夫卡等地持续推进。一名乌军指挥官24日表示，他的营在过去1周内击退了俄军3次机械化攻击，共摧毁大约37辆装甲车。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将俄军第98空降师击败，占领了中部的耐火材料厂。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2亚速旅和28机械化旅击退了俄军攻势，击毁4辆俄军装甲车。
之后，2名乌军士兵打扫战场时又俘虏了5名俄军。红军村方向虽然存在俄军不包围这里的可能，但火力军可没说俄军会放过这里。红军村是乌军重要的堡垒和枢纽城市，若是俄军将其拿下，就有机会挺进第聂伯罗腹地，因此俄乌双方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它。好消息是，乌克兰已派出增援部队，其中包括装备有豹2等北约先进装备的第155旅，目前已经抵近红军村郊区。赫尔松方向，乌克兰媒体之前报道称，俄军集结了4000名士兵，准备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发动新攻势。现在有了新消息，这4000名士兵中，大约有2000名士兵和约300艘快艇集结在赫尔松安东诺夫斯基大桥附近，行动将由俄空降部队和第聂伯部队指挥官米哈伊尔·特普林斯基指挥。但俄军这次准备的新攻势好像并不容易发动。据北约和乌克兰抵抗组织的情报显示，集结在赫尔松的2000名俄军一直在拒绝作战。不少俄军官和士兵认为，准备的新攻势就是一场自杀式的骗局。他们清楚地知道，乌军算到了此次进攻，并在河对岸构建了坚固的防线。强渡第聂伯河只会白白消耗人员和装备，甚至一些为了避免参与赫尔松新攻势的克里米亚俄军还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船只。俄罗斯方面否认了此事，不过集结此地的俄军近期确实没有发起大的行动，仅有的行动也都是以小股部队的袭扰为主。比如在12月20日，俄军就曾试渡过第聂伯河，但被乌军成功阻击，和前几次登岛作战一样。俄军都还是没到河的中部就被乌军打退，同时这也反映出乌军确实早已获得情报并做好了准备，即便俄军强攻也不惧。12月24日，乌军公布的俄军损失数据，俄军新增损失1630人，俄军近期的人员损失一直居高不下，更是在上周损失了12580人，创造最高人员伤亡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俄军总是在缺乏足够火炮弹药和重武器支援下强行进攻，另一方面则很可能与现在的冬季环境有关。按照前2年的经验，每到冬季，俄军的损失都会骤然上升。据数据统计，相比乌军60%的伤员能够重返战场，俄军中有85%的伤员会死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今的乌军士兵每一个人都拥有很好的个人防护装备，无论是防弹衣还是头盔，北约提供的质量都很好。而俄军的同类防护装备，据传其质量和宣传的有很大差距。其次，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野战救护装备和医疗用品，包括装甲救护车、野战救护器材、药物等，其质量也要强过俄军配发的个人救护用品。据悉，这种情况在当初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也出现过，甚至当时苏军的个人医疗用品还存在过期情况。相反，阿富汗游击队员却随身携带西德等国制造的野战救护用品，不管是有效性还是方便性，都远超苏联产品，以至于苏军在战斗中会尽可能缴获阿富汗游击队的野战救护包。最后，乌军虽然在部分前线开启了反击行动，但整体仍处于守势，因此乌军士兵即便受伤，也能很快得到同伴帮助和救治，甚至受伤情况严重，医护兵还能很快将其后送至野战医院进行治疗。相比之下，俄军就不一样了。很多战场视频显示，俄军对受伤战友不闻不问，甚至会对受伤的战友补枪。而且由于是进攻方，即便俄军医护兵要后送伤员，也要等到晚上，以躲避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但在目前的气温下，受伤俄军能否撑住就很难说，因此俄军伤兵的生存率才在15%徘徊。回顾整个2024年，俄军夺取了250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但至今仍未完全夺取乌东四州，且在这1年里，俄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一，在人员损失了，截至12月24日，俄军这1年伤亡了41万人。第二，大量俄军基地、弹药库被摧毁，俄军事力量、战争潜力大幅下降。第三，乌军成功攻入库尔斯克，且已经4个多月了，俄军仍未将其赶出来，加上俄罗斯境内多个州遇袭，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第三，重要盟友叙利亚阿萨德的倒台，俄罗斯在中东、非洲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亚美尼亚暂停参与吉安组织，整个吉安组织名存实亡。第四，瑞典加入北约，波罗的海完全处于北约的控制之下，俄罗斯边境防御压力骤增。第五，俄罗斯境内石油设施遭受重创，天然气等能源运输设施遭受制裁，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正承受重压。第六，俄罗斯的内部矛盾加剧，即便是首都莫斯科都存在大量暴力事件。2024年，俄罗斯错失了夏季进攻机会，未能实现最初的战略目标，如今又在其他地方遭遇挫折。等到2025年，俄罗斯情况只会更加糟糕。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情报信息中心从哈马斯手中缴获了一份文件，揭露了伊朗向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转运武器的精准路线。其通过约旦河西岸的路线，该路线主要有2条。第一条路线经由叙利亚到达约旦，武器在那里执行交接，由接收者偷运过以色列边境，再进入约旦河西岸。
第二条路线则从叙利亚开始，经过黎巴嫩，再转运进入以色列。不过，自去年10月后，以色列在以里边境增加了部队部署，封锁了该路线的部分区域。其二，从伊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陆上补给线，该路线可细分为3条路线。第一条路线经过巴格达和拉马迪市，到达叙伊边境的阿布凯马勒过境点，然后辗转经过叙利亚的戴尔祖尔、巴尔米拉和大马士革，然后抵达贝鲁特。第二条路线从伊朗到伊拉克的巴士拉，然后到巴格达，经过叙以边境的坦夫过境点，然后抵达大马士革。第三条路线从伊朗出发，到达伊拉克城市穆萨纳，经由叙利亚的哈萨克，然后抵达拉塔基亚。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该路线已处于非活动状态。对于上述伊朗转运武器的这种行为，美国和以色列则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阻断这些路线，例如美国控制路线附近的战略地区，又或者是对相关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甚至发动空袭等。而为了能够在美以两国的打击下保证转运武器的效率，伊朗则在不断更新措施。在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叙利亚边境，伊朗使用了一些创新手段来规避边境安检措施，例如使用无人机运输武器，利用连接约旦和伊拉克的旧石油管道，以及雇佣民兵在叙伊边境帮忙等。然而，随着阿萨德政权倒台，途经叙利亚的供应路线形同虚设，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真主党。该组织领导人卡西姆公开表示，真主党已失去了在叙利亚的军事供应线。如果叙利亚新政府不允许武器运输，该组织就需要找到其他路线。除武器外，真主党也一直依赖伊朗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后勤援助，如原材料和建筑。但现在叙利亚新政府控制了边境和过境点，已彻底切断了从伊朗经叙利亚再到真主党的补给线。此外，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表示，所有可用来将伊朗部队转移到叙利亚的路线也都被关闭了。据防务博客报道，俄罗斯在展示军用机器人时发生意外，一款名为小艇的扫雷机器人突然失控倒退猛冲。虽说现场人员及时阻止，并未造成伤亡，但这也让俄罗斯机器人的稳定性受到较大质疑。而且小艇的故障也并非俄罗斯机器人中的首例。此前，一款名为平台 M 的作战机器人曾在俄罗斯国防部军事验收节目的拍摄过程中，由于操作失控而发生故障，不仅差点撞上一名记者，还险些翻落堤岸。不过，这段影片已被俄罗斯官方删除。据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表示，欧盟计划在俄乌战争3周年之际，通过第16轮对俄制裁并实施。也就是2025年2月24日，熟悉情况的欧盟外交官表示，第16轮制裁措施主要针对俄罗斯经济中尚未受到制裁和打击程度不够的特定部门，同时也将包括对从事虚假宣传的个人和组织实施旅行禁令并冻结资产。而在此之前，12月16日，欧盟理事会刚通过第15轮制裁方案，禁止了俄罗斯影子舰队另外52艘船只进入港口和为其提供服务。加上俄罗斯冻结资产拿不回来，以及特朗普上任后将加大美国油气开采，抢占市场，2025年俄罗斯经济将承受重压。综合基辅独立报和华尔街日报报道，12月25日，阿塞拜疆旗下一架从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格罗兹尼 G28243 航班ERJ190客机在哈萨克斯坦沿海城市阿克套机场附近坠毁，机上67人，已有38人丧生。坠机原因尚不清楚。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最初声称，这架飞机因浓雾改道，结果与一群鸟相撞，飞行员被迫尝试紧急降落，但在机动过程中撞向地面毁坏。但乌克兰媒体24频道和俄罗斯独立媒体却报道称，很可能是被俄罗斯防空导弹击落的。其一是因为在飞机尾部发现了类似被防空导弹击中的孔，其二是因为飞机在飞往格罗兹尼时，俄防空部队正在击退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存在误击的可能。其三是因为飞机上的幸存者回忆说，飞机曾3次在格罗兹尼尝试着陆，结果在第3次尝试中，飞机外传出了爆炸声，随后飞机折返穿越里海飞往哈萨克斯坦，结果依旧在降落阿克套机场时解体坠毁。对于客机遭导弹袭击一事，哈萨克斯坦航空当局、阿塞拜疆和俄罗斯没有进行回应，但飞机上的黑匣子已从坠机现场找到，3国展开了联合调查，相信很快就能确认客机坠毁的确切原因。
上周，乌总理什梅加尔在最高拉达发言时表示，乌克兰计划从2025年1月1日7时起停止通过其天然气运输系统向欧洲转运俄罗斯天然气。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乌克兰不会延长俄罗斯天然气通过其领土的过境协议，该协议将于12月31日到期。因此，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12月25日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准备绕过乌克兰，利用替代路线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如俄罗斯可以通过 Tri-Stream 管道为土耳其、南欧和东南欧的国家提供能源，又或者是以液化天然气的形式通过油轮运输。甚至普京9月份还表示，俄罗斯准备通过北溪管道的最后一条线路恢复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此外，诺瓦克还将未来天然气便利运输问题甩给了乌克兰。他称，俄罗斯愿意继续供应天然气，只需欧盟自己和乌克兰达成一致就行。要知道，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通过一条苏联时期修建的跨境输气管道，将俄西伯利亚北部所产天然气经乌克兰送往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如据数据显示，2023年斯洛伐克有69%，奥地利有60%的天然气进口都来自俄罗斯。因此，在泽连斯基确认明年开始停止转运俄天然气后，这些欧盟成员国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斯洛伐克总理罗贝尔特·菲佐更是突访俄罗斯，与普京会晤，商讨天然气供应问题，甚至为了防止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断供，上月还与阿塞拜疆签署了短期试供应天然气的协议。俄罗斯对此事明显是有恃无恐。诺瓦克表示，对于这些欧盟成员国来说，俄罗斯天然气在价格和物流上更具优势。他称，今年前11个月，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总量超过500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18%至20%。同时，俄罗斯2024年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预计约为3300万吨，与2023年3290万吨的出口量持平。相反，据行业机构数据显示，欧盟的天然气储气量正以3年来最快的速度下降。同时，欧洲在液化天然气进口方面也面临来自亚洲买家激烈的竞争，明年补库存时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冰岛新政府刚上任就宣布计划于2027年举行全民公投加入欧盟。根据市场研究公司6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冰岛民众对加入欧盟的支持率正在增长，有略高于54%的受访者赞成加入欧盟，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加入欧盟其家庭的财务状况会更好，因此冰岛可能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此外，接任的克里斯特伦·佛罗斯塔多蒂尔政府还表示，将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研究保留冰岛货币与采用欧元的利弊。根据媒体报道，意大利将增购24架新型台风战机，以取代该国此前的老旧型号。这些新战机将配备主动电子扫描雷达，以增强电战能力及改进防御系统等，预计将持续交付到2030年。值得一提的是，在研制台风战机的核心国中，仅剩英国尚未宣布采购最新批次的计划，而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目前都已宣布采购约20架以上。根据媒体报道，瑞典与萨博公司签署了一份有关研制新型岸舰导弹武器系统的合同，总价值为8800万美元。根据合同规定，新型岸舰导弹武器系统将配套萨博公司开发的 RBS-15MK3 型反舰导弹。据悉，该型导弹的最大射程超过2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0.9马赫，配备有一个200公斤的战斗部，应用惯性加 GPS 加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体制，并具备复杂航路规划能力，可从船舶和卡车上发射。预计整个系统将于2026年交付。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洪军已在商议全面重启因韩国紧急戒严事件而推迟的外交与国安事务，例如美韩核咨商小组第4次会议和联合兵器推演等。报道还称，由于朝鲜近期持续向俄罗斯运交更多武器，且还计划再次增兵援俄侵乌，因此美韩双方还将加强外交合作与相关交流，以持续维护半岛局势稳定。此外，韩国政府还将在明年1月20日前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保持沟通，并争取双方外长等高层尽快举行面对面会谈。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2024年俄罗斯还遭遇了哪些失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